我刚刚在那个海关，他跟我要$15，但是我不给他。现在我来到尼罗河的源头啦，这条河总长6400公里，流经10几个国家，听说要耗时3个月才会流到埃及。换句话说，如果我现在从这里跳下去，漂3个月就会到埃及了。Hello， 大家好，我库萨巴。我们今天即将前往肯亚和乌干达的边境。据说前面那个边境的官员特别的贪腐，特别容易坑像我们这样的人的钱，也不知道我们这次能不能免费过去，就是不给他钱。出发喽！哇，这个摩托车还有雨伞，超级酷！哎呦，这个边境有点危险啊。前面这个黑人小哥说要当我们的向导，带我们过去。我估计等一下他可能会跟我们要钱啊。这种很明显的就是长龙的货柜，因为只有他的货柜是绿色的。这边境也是超级多人，感觉随随便便就可以过了。哇，这个黑人小哥执意要带，感觉等一下真的会要钱哦。Why should we give you $20? 20 Why? for service. Service we are going No, up to Uganda side. Up to Uganda side. No worry, we can do by myself. No, we are just requesting. You have those help you do the clearance, make it easier for you. And then? After you have done everything, you will give us $20. No, I don't have dollars. I can do this by myself. You will give us the shillings. 他穿成这样子，带一个牌子，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边境人员。他是的话，早就在里面了。他搞不好就是这种工作，就是专门坑游客。哎，我帮你，然后收取$20服务费。他们真的是很喜欢斗笠啊，每个人看到都想要摸一下。结果这个窗口的官员很好心的跟我们说，根本不需要给钱，这里可以免费提供车辆临时出口单。还好我们没有被骗，刚省了$20，现在要前往乌干达的边境。我怎么感觉他们这两国的人民过边境都像在逛菜市场一样，很好过，到处都是人。哇，刚刚那个想赚$20的小黑都还在这边。在检查完黄热病疫苗后，我就去排队，但没想到刚刚那位摸我斗笠的小黑又挖了一个坑给我跳。他突然叫我穿过满满的排队人群，来到边境关的窗口内。我还以为他们人很好，让我不用排队。后来我才知道，我想多了。7 hours later， 现在已经下午5点了，我们已经在这里7个小时了。他们的效率真的是有够夸张慢的。我刚刚在那个海关，他跟我要$15，但是我不给他，所以那时候我就出去排队。在排队的同时，他们的检查人员又说要检查我的行李，所以我又把我的行李全部移到那个小房间给他检查完之后，又回去排队。但我回去乖乖排队哦，那个男海关他还是不放过我，就一直刁难我，跟我要钱，我就不理他，我就直接去旁边的窗口办理签证，然后很顺利，一切都很顺利，也没有跟我要钱。办完之后，我以为出来就结束咯，没想到帮我办理那个人，他直接跑出来叫我说回去找刚刚原本要帮我办理的那个男同事。我想说，我都已经拿到签证还有护照了，我干嘛还要回去？所以我就直接不理他。然后在这个边境会有很多小黑过来跟你说，哎，跟他走，他帮你办理快速通关啊，或者说卖给你保险。但是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他们。他们开出的价格超级贵啊！在东非这里骑摩托车，你们可以买 Yellow Card， 它在所有东非国家都可以通用。那我们买一个人是$50 6个月。如果你只买单一个国家买的话，超级贵。在你买这些保险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仔细分辨。有的人卖给你的保险并不是真的，就是一张纸，他连系统都没有录入，是假的，骗人的。一定要在系统里可查的那个保险才有用。这位老哥拿了这个银本过来跟我们说已经办好了，然后一直叫我去扫这个 QR code， 就会有保险单出来。确实扫出来有一个保险单，但每个人都可以造假，所以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个确认这是不是真的保险单的方式，就是去他们的官方网站，按照他们步骤去确认这张保险单是不是真的。结果查出来完全没有这个车辆的讯息，所以这是一张假的保险单。后来我们跟其他保险公司买完保险，现在已经快要7点了，终于可以去乌干达了。这里超级多大货车准备去肯亚。乌干达这一边的人明显比肯亚那边的人还要少哎。
感觉这里不怎么热闹，又是长龙货柜，这几天真的是很常见到长龙货柜。到住宿的地方啦，这里的服务很好，他还会给你拿行李。The next morning, 这个饭店还有附送早餐啊，看起来还不错。但是你看这个里面居然是牛奶，给我一满满的整杯热牛奶，然后还有这个茶包，他应该是给我泡奶茶啦。我真的第一次看到这种泡奶茶的方式，给我一个茶包和牛奶。然后你看他给我们的这个砂糖，超级多，是要甜死我吗？ a few minutes later. 今天一样是大太阳的一天，但是因为我换了薄外套，所以也不会晒伤，也不会很热，温度刚刚好，还蛮凉爽的。我觉得乌干达的路都好直哦，像现在骑的这条都绵延到尽头了。但在乌干达还是一样，很多司机都爱超车，感觉这里没有优先使用道路的权利，对象想要超车他就给你挤过去了。现在我们停在这个路边休息。每次停在路边，都会有一群小黑围过来，不管男女老少都会围过来观看我们，感觉看到稀有动物啊。然后我这里刚好有一个饼干，就分给这些小朋友吃吧。Give you share with your friend, OK？ 他们很公平的，一人一点。拜拜。休息够了，也该出发啦。又骑到他们的一个小镇上了。我发现乌干达这边的小镇啊，跟肯亚的相比，真的是没有这么热闹啊，人也很少，摊贩也很少。这两头牛真的是很悠哉的在过马路啊。说真的，乌干达的路况啊，跟肯亚的相比，明显好很多，而且路也比较直，比较好骑。又骑到快没油了，来去加油一下吧。Hello? Can I pay by credit card? Credit card? Yeah. Okay, thank you. 结果这家没办法接受信用卡，只能去别家啦。Can I pay by credit card? Credit card? Yeah.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结果这家也没有接受信用卡，看来信用卡在这国家真的是不太普及啊。Hello, can I pay by credit card? Mastered. Mastercard? Yeah. Yeah, we can. It's okay. Let me go and bring the machine. OK。他说要试试看啊，他也不确定他的机器能不能用。It's good. Yeah. 没想到在这里加油，他还强制我一定要下车才行。结果跟他讲加太多了。You can leave it for me. No. 3000，加太多了，拿一点现金回来。What do you want? For food, you can earn money by yourself. 哇，这个小黑，我在加油的同时，他跑过来跟我要钱，真的是到处都是有要钱的人啊，还是赶紧离开比较好。他们黑人小哥骑摩托车都不戴安全帽，如果是我们亚洲人骑车不戴安全帽，很大的概率会被警察拦下罚款。在这里骑摩托车有一种感觉，就是越往首都的方向，他们道路做得越好，城镇的规模也比较大。摩托车骑一骑，结果发现没有电。后来我们把这个电瓶这一侧的盖子打开来，发现它这个地方螺母竟然掉了，难怪会没有电。现在先给它稍微合着，能发电就好。来去五金行买一下螺丝。没想到刚来到金甲第二大城，摩托车就给我出问题，但还好只是螺母掉了。现在要来出发去这里最知名的景点尼罗河的源头。话说你们看这个金甲第二大城，他们这里的路灯居然还是太阳能的，跟其他城市相比，真的是先进很多啊！哎呦，到它的入口喽！哇，这个还要给钱呐！哇，这个门票还要10美金啊！哎哥，你刚刚付多少？我一共付了5万
他应该本来是2个人6万的，你就跟他死皮赖脸的讲价，肯定能讲下来，要不然你就说你不进了。厉害厉害！现在我来到尼罗河的源头啦，这些湖水来自于维多利亚湖。如果没有这些湖水的话，现在的埃及就是寸草不生。这条河总长6400公里，流经10几个国家，听说要耗时3个月才会流到埃及。换句话说，如果我现在从这里跳下去，漂3个月就会到埃及了。看完尼罗河的源头，我们将前往乌干达的首都坎帕拉。让我们继续出发吧。 Let's go。现在我们经过的是尼罗河的第1座大桥，下次再经过尼罗河的时候，应该就是到埃及了。